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沈之恒坐在床上，双手撑在身后，身体微微后仰，他的目光并未落在正从容陈述的林阮清身上，而是低垂着眼睫，像是在心里反复推演着什么。林阮清讲完最后一句，带着一丝紧张看向他。你觉得我这次讲的怎么样？我按你说的调整了语速，还有我中间的停顿，会不会还是有点长？沈之恒抬眸，语气温柔。挺好的，这次整体听起来很自然，节奏感很棒，停顿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星期一就按这个节奏来吧。哦，那太好了。林阮清如释重负，说着便坐到沈之恒身边，上半身向后躺去，沈之恒也跟着躺了下来。两个人并排望向天花板上露出的原木房梁，一时都没说话。片刻，星期一我会努力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准备充分，到时候正常发挥就可以了。哦。林阮清侧过头看着他，嘴角带笑。沈之恒感受到了他旁边的人温暖的目光，也转头回望，四目相对，空气中的温度缓缓升高，两个人慢慢靠近。敲门声骤然响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弹坐起来，迅速拉开距离。你们要不要喝茶？站在门后的林小河问道。哦，好，谢谢婶儿。林阮清应了一声。茶我给你们泡好后，放在楼下餐厅的桌子上，一会儿你们自己下来喝。哦，好。林小河的下楼声远去，他们俩相视一笑。中午饭会吃得晚一些，要等到饭点过了才能吃。你要是饿了，楼下厨房里有些苹果、橘子，你可以先垫垫。好。两个人重新躺下，沈之恒握住林阮清放在身侧的手，指腹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摩挲。过了饭点，已经下午1点半多，一楼店里已经没有客人，室内安静下来。沈之恒正坐在2楼餐桌旁，看着林阮清和林小河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我也来帮忙吧。不用不用。林小河连忙摆手。你是客人，坐着就好。你别动。林阮清也回头冲他说了一句。我下去拿菜。林阮清上下楼跑了几趟，很快一张餐桌被摆得满满当当，3个人落座。沈总能喝点白酒吗？林小河问。可以。那就好。林阮清给2人各倒了一小杯。林小河举杯，语气郑重。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先前救了我们家小青的命，一直都没机会好好道谢。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完，林小河一口把酒干了，眼圈微微泛红。沈之恒也随后一饮而尽。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吗？小青真是遇到好领导了，不是每个领导能做到这个份上。林小河放下酒杯，叹了口气。不管怎么样吧，真是谢谢你，沈总。对我来说，林阮清是一个很重要的下属，我救他是应该的。随后沈之恒顿了顿。阿姨，您叫我名字就好。那好，我也不见外了，小沈。林小河笑得更亲切了。总之你今天能来，阿姨特别高兴，你多吃点啊。我会的。沈之恒点头。林阮清夹了一块酱牛肉放在沈之恒的碗里。这是我婶儿的拿手菜，绝对独家配方，你尝尝。饭后，林小河又下楼忙活店里的事情。林阮清收拾碗筷，沈之恒在一旁帮忙。2个人忙活完下楼，沈之恒告别了林小河，林阮清陪他一起走了出去。他递给了沈之恒一个袋子。这是给沈小的饺子和酱牛肉。好，谢谢。2个人默默并肩走着，街道热闹，他们不好意思当众牵手，便刻意走得很近，手背碰着手背。来到车边，2个人站定。林阮清，你明天好好休息，星期一见。好，你也是，星期一见。星期一，沈氏集团25层会议室。董事会开始前，林阮清和组员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最后一次捋一遍稿子。林阮清深吸一口气，目光坚毅。按咱们之前一直计划的，我是主讲人，但是涉及一些专业问题，你们再给大家一一解答。等捋完了稿子，他看向组员，合上资料。好，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这可是咱们进公司的第一个项目，一起加油吧。董事会正式开始。沈建明看到华鼎集团的苏晨曦赫然在座，面色难掩诧异。沈建明阵营首先汇报，等他们结束后，轮到沈之恒这边。林阮清走到前面 PPT 前，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每一位董事，最后短暂停留在沈之恒身上，像是在无声确认。随后他沉稳开口，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发挥正常。汇报结束后，双方进入辩论环节。
沈建明率先发难，语气激昂。各位董事，我司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老城区的改造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其盘活，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新城计划能带来短期内最高的收益，能最快地将地皮套现，这无疑是最稳妥，也是最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盈利的方案。沈之恒接过话头，语调克制却锋利。您的方案无疑在短期收益上展现了诱惑力，然而在座的各位都是业界的智者，想必都清楚，短期的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长期的风险。快速拆迁、高密度重建这种模式在过去或许屡试不爽，但如今的市场早已不再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它缺乏独特性，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当我们的城市被一栋栋冰冷的、毫无特色的建筑所填充，当我们为了追求极致的容积率而牺牲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时，我们获得的或许只是一时的繁荣，而非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沈之恒，你总是在谈论情怀和文化，董事会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表和股东回报。你的有温度的城市听起来很美好，但它能比我的高密度开发方案更快的回笼资金吗？能比我的方案带来更高的净现值吗？时间就是金钱，老城区多拖一天，我们的资金就多沉淀一天，这其中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你计算过吗？我当然计算过，沈董事，您的方案追求的是利润的峰值，而我追求的是价值的持久性和竞争的壁垒。你所谓的高收益是以牺牲城市未来的个性为代价的，一旦市场出现大量类似的高密度新城，你拿什么来留住高端的租户和买家？我们的方案虽然前期投入略高，但它创造的文化附加值和品牌稀缺性能确保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高溢价和稳定现金流。你是在卖地，而我们是在打造资产。沈之恒，你谈论的20年后的市场，那不过是空中楼阁的臆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金为王，因为文物保护、社区协调而拖延多少工期，这些不可控的因素才是真正的风险。我选择的是成熟的、可快速复制的模式，它已经无数次被市场验证，风险最低，回报最快。市场验证的是过去的成功，而非未来的趋势。正是因为你的模式可快速复制，所以它极易被超越。我们通过社区活化，让当地居民成为新街区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我们修复老建筑和古迹，不是为了简单的翻新，而是为了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故事，让历史的文脉得以延续。我们引入创意产业，鼓励本地手工艺人，让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小店成为城市的独特名片。我们并非追求高密度，而是追求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短期内的效率换来的是长期的同质化危机，而我们对文化的投入换来的是难以模仿的城市名片。会议室里陷入了焦灼，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理念此刻正激烈地碰撞着。沈建明眉头紧锁，咄咄逼人地问道：你们的方案前期投入非常高，光靠我们审视自己绝对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别光说理念，谈点实际的，钱从哪里来？沈之恒面对挑战，语气沉稳。沈董事，这个问题问得好，任何一个有远见的项目都需要解决资金平衡的问题。首先，我们会采用价值工程和项目结构化调整，用第一阶段商业的快速回笼资金贴补第二阶段文化修缮的预算。其次，我们有强大的外部支持，我们的老城区文化保育项目已经获得了国际古运基金的战略注资和技术支持。沈之恒随即侧身，隆重介绍苏晨曦。最后，我非常荣幸地向各位董事介绍苏晨曦女士，她代表华鼎集团决定正式加盟我们，一同开发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复兴项目。他看向苏晨曦，然后又看向其他董事。华鼎集团的加入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注入，更带来了他们在高端文旅、品牌运营和国际推广方面的稀缺经验。这两位战略伙伴的加盟彻底解决了前期投入略高的问题，并为我们搭建了难以撼动的商业壁垒。董事会成员在听到沈之恒提到古运基金的注资以及苏晨曦代表华鼎集团的加盟时，立刻发出了低低的议论声，并纷纷点头。国际基金的专业认可和华鼎集团的商业影响力，让沈之恒方案的可行性和前景瞬间得到了质的飞跃。战略合作、品牌背书和国际化的高度，把沈建明的所有质疑击碎。沈建明脸色一沉，冷声道：华鼎集团的苏总能加盟，确实令人意外。所以你们不光是谈恋爱，还有商业合作，为什么不早说？沈董事，请注意您的言辞。今天我们是在讨论价值数十亿甚至100亿的项目决策。沈之恒微微颔首，示意苏晨曦：我与苏总的关系，无论是基于私人情谊还是商业合作，
都建立在契约精神和法律合规的基础之上。随后，他看向在场所有董事，语气坚定：请各位董事看清楚，我们的方案获得了国际顶尖专业基金的认可，也获得了华鼎集团这位市场巨头的战略支持。这不是靠任何私人情感就能达成的，这是基于大家对文化、人情与商业结合这一理念的高度认同与充分肯定。沈建明听后没有再提出其他异议，